大家好，今天介紹的外掛叫做 Local REST API， 它是一個能夠提供外部跟 Obsidian 整合的一個外掛。當我們安裝了並且啟用了 Local REST API 以後，在 Obsidian 啟動之後，它也會隨着啟動並且提供 API 的服務。因此我們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個在 Obsidian 裡面執行的 Web Server， 在外部可以透過 HTTPS 或者是 HTTP 這兩種通訊協定，對本機端的27124跟27123兩個通訊部來做 API 的校用。當 Local REST API 接受到了這兩個 HTTP 的通訊請求以後，它就會根據我們要求的方法自動來對 Obsidian 的儲存庫做查詢、新增或者修改的這一些處理。因此我們可以透過它很方便的跟 Obsidian 的 Vault 直接做資料的操作。它會比以前的 Advanced URI 這一類的方法能夠調用的內容更加豐富，而且更加的簡便，因為我們也可以自己寫自己本地端的程式來跟這兩個通訊部直接做連線。透過這個連線就可以很方便的來做這一些儲存庫相關的操作了。下面我們先來看一下基本的展示。在我安裝了 Local REST API 以後，最好再去安裝一個 Chrome 瀏覽器的擴充，叫做 Obsidian Web。透過這個 Obsidian Web 就可以直接在瀏覽器裡面對 Obsidian 的儲存庫直接做操作了。這個擴充只有在 Chrome 的線上商店裡面才有，如果你使用的是 Microsoft Edge 的話，目前在 Edge 的商店裡面是找不到的，因此你必須去搜尋到 Chrome 的程式商店，找到以後你就把它給安裝起來，然後接着呢就可以透過這個擴充來做操作了。先切換到實際的 Chrome 瀏覽器裡面，在 Chrome 的瀏覽器裡面要把外掛給安裝起来，安裝起來以後記得把它給釘選到工具列上面，在工具列上面按右鍵，再選擇選項，在這個選項裡面可以來對要調用的 API 的這些方法來做一個設定。首先第一個就是要把 API 的金鑰給輸入進來，經過它的驗證以後才可以來操作 API 的調用，在後面的安裝裡面再來做詳細的講解。現在 API 已經儲存並且確認可以正常運作以後，它在這個下方呢就可以設定多個模板，透過模板呢就可以來对儲存庫做操作了。在這邊我新增了一個 page2 readitlater.md， 就是要把某個網頁的內容直接寫到 readitlater 這個 markdown 的筆記裡面。先來簡單的看一下它的內容。首先我就是做一個 patch 的一個操作，然後在後面指定好網址，再接着在 HTTP 的表頭呢輸入了這兩個欄位，內容呢是下面這一些，就是要把今天的日期還有頁面的標題跟頁面的網址寫到 readitlater 筆記裡面。來做一下示範哦。假如我現在在螢幕上這一個網頁，可以先標示一段區域，標示好以後就直接點擊它的圖示，在這個圖示裡面呢就可以來選用要使用哪一個操作。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定義好的模板，有很多個模板，選擇剛剛看到的這個 readitlater 筆記，然後再點擊右邊的這個符號，點擊完以後看到 all done 呢，就表示我們這一篇的內容已經寫到 Obsidian 指定的筆記裡面了。再切換為 Obsidian，接着再把剛剛的筆記開啟起來。我們操作的筆記的檔名是 readitlater， 找到以後點擊 Enter， 這個就是剛剛寫進來的內容。那這個是內容，我把標示的文字也一起寫進來。再做一下另外一個範例來更明確的看一下怎麼操作的。假如我們現在要選擇這個2，把這個2整個標示起來，然後再點擊這個圖示，再選擇模板，再點擊執行，它已經寫進來了。再切換為 Obsidian， 這個第二個就是我們剛剛寫進來的內容。這個就是簡單的透過瀏覽器來調用。那在今天的講解的後面，我們也會使用 AutoHotkey 的腳本，透過另外一個執行的應用程式來對儲存庫做操作。下面我们先來看一下要怎麼安裝 Local REST API 這一個外掛。我們可以由社群外掛裡面直接來安裝 Local REST API， 安裝並且進入它的外掛選項以後，就可以來看一下詳細的設定。首先它會自動產生出一個 API 的金鑰，這個金鑰呢就是它複製到瀏覽器裡面的這個 key， 然後在下面它也有提供了這兩個通訊部，你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把通訊部的號碼給換掉，最大就是到65535號碼，隨便你可以自己來定義。那下面就是使用到的公鑰跟私鑰，就是我們的兩個金鑰，那這個都是隨着你的安裝
裝它是隨機產生的。接着來安裝要使用的 SSL 憑證，這個 SSL 的憑證呢是屬於自簽的憑證，我們要從這個連結直接下載這一個自簽的憑證，接着就點擊連結，並且把它產生出來的這個檔案儲存到本地端的資料庫裡面。假如我們就是要儲存到這個資料夾，然後直接儲存進來，它會說是不是要刪除，點擊保留，把它給留存在資料夾裡面，然後再開啟檔案。開啟檔案以後，因為它是一個 CRT 有比較高的安全性的權限，因此必須再點擊開啟來做確認。接着就是在憑證的管理程式裡面來做設定。第一個要先安裝憑證，然後就使用目前的使用者，要安裝成本機電腦也是可以这两個任意選一個。接着呢，要再選擇指定存放區，然後接着再點擊瀏覽，指定一個存放區。因為我們有可能在瀏覽器裡面或者是其他的應用程式都要使用到這個憑證，因此點擊這個受信任的跟憑證授權單位，也就是個人下面的第二個選項，點擊確定，然後再點擊下一步，再點擊完成，它就會把憑證檔呢匯入到 Windows 的環境裡面。macOS 其實也是類似這樣子的操作，它就可以安裝到你的作業系統裡面了。那有了這個憑證以後，就可以到瀏覽器裡面直接找到Obsidian Web， 再按右鍵，再點擊選項，把 Local REST API 的 Private Key 按2下，再按右鍵選擇 Copy， 再回到你瀏覽器把它給貼上。接着就可以到下方來設定的模板，就點擊新增來新增模板。新增的內容大概是像這個樣子，我就不做新增直接來修改它。它上面有說明可以使用的欄位，那所有的欄位都要用2個大括號來把它括起來，它才會變成是變數的形態。所以這2個前後的大括號記得都要加。Page.URL 就是網頁的網址， Page.title 就是網頁的標題， Page.content 就是網頁的內容， Page.selected text 就是你標示的文字。另外它也提供了其他一些輔助的欄位可以來使用。 Date 就是系統日期，如果需要指定不同的格式的話，後面可以空一格，再加一個雙引號，把指定的格式的內容給加進去。這一個是預設的內容，如果有其他的格式要使用的話，可以點擊這個 Here 來詳細看一下有哪一些的欄位可以來使用。還有你可以指定檔名 File Name Field， 還有 JSON Field、Quote Field 跟 UUID。这個 Field 就是上面這4個欄位的其中一種。接着就來看一下實際的內容。首先就是你要指定要使用的 HTTP 的方法，那它有 Post、Put 跟 Page 這3種方法。我們現在是要更新網頁的內容，所以就選擇了這個 Page。後面要指定要更新的筆記的檔名，首先這要有一個斜線 Vault， 它這個是固定不能動的。那接着後面就是資料夾，在後面就是你的筆記的檔名。Vault 後面呢就是實際上放在儲存庫裡面的一個絕對的路徑，就可以指定在這個地方。其他的 API 我可以從這個地方去點擊 See More Information 這個超鏈接，就可以開啟它的網頁。在這邊它有所有可以使用的 API 的清單，比如說跟儲存庫檔案相關的有 Get、Put、Post、Page 有這幾種。那 Get 就是做查詢， Put 是建一個新檔， Post 就是直接把內容附加在指定的筆記的後面， Page 就是更新指定的某一個標題。我們要知道有哪些欄位可以使用，就是直接點擊這個符號，它下面就有很詳細的說明。上面這個部分就是你要傳進去的內容，所以你傳進去的內容要有檔名，如果是必須的，它就會有一個紅色的 required 來標示這個欄位一定要儲存。這個 page 會有2個欄位要存，就是 file name。那因為 file name 在 URL 裡面就已經指定了，到時候在 header 裡面不需要再指定這個 file name， 唯一需要指定的是這個 heading 是要把它給寫到筆記的哪一個標題裡面，同時你可以指定要寫到這個標題的開頭還是結尾。點擊 try it out 讓它進入測試模式，就可以來看它的內容。可以點擊在指定標題的上面或是下面，假設這個檔名把這個內容給貼進來，這個就是我們要指定的檔名。那請注意這個點 .md 記得要加，然後要在這個檔案的標題，這個標題呢是2022，這個是我儲存庫裡面的內容。來看一下這個read data， 我在這裡面呢有一個標題叫做2022，那我們是寫到這個2022標題的下面，因此剛剛這個欄位裡面就輸入2022，我是要寫在2022這一個標題的最開頭，所以就寫了 beginning。那你也可以選擇這個 end， 到時候它就會寫在這整個標題的最後面。那我们選擇這個 beginning。這個 heading boundary 是說，如果標題重複了很多次的話，你可以透過這個冒號冒號來指定到底要使用的是哪一個同樣名稱的標題。比如說我們看這個範例，在這個範
範例裡面，二級標題 details 呢出現了2次。那如果你的 heading 是指定 details 的話，這個 API 怎麼來辨識到底要使用的是上面的 details 還是下面這個 details 呢？假設我是要寫到第二個 details 的話，你就要指定的 heading 是 another important subject 冒號 details， 這樣子它就會寫到第二個 details 標題裡面。這個裡面你可以再輸入其他的內容，然後再點擊 execute， 它就會執行了。可以直接用 CURL 這個指令直接來執行，可以在命令行用 CURL 指令來做操作，然後透過這個網址，它接收到的內容就是現在發生的錯誤。他說，你需要授權，因為剛剛輸入完畢後，這個授權並沒有來做處理因此先點擊 authorize， 然後把 API 的 key 把它給貼進來。剛剛 API 的 key 把它貼進來，貼進來以後點擊 authorize， 完畢以後呢，再點擊 close， 然後接着再做一次 execute， 它就開始執行了。執行完畢以後，我在這邊呢就接到了回傳的內容，這個就是回傳的 response。可以發現，它就把剛剛我輸入的內容這一段就是我剛剛輸入的內容12345這一個內容，它就寫到 read it later 這一個資料夾裡面。可以看到，這個就是剛剛產生出來的。透過這樣的方法，就可以很簡單的來做測試了。API 非常多，它除了有跟儲存庫的檔案相關的，還有資料夾相關的，每日筆記相關的，它也可以執行內部的一些命令，還有搜尋，還有直接開啟某一個資料夾，或是查詢狀態，這等等通通都可以做 API 的調用。你如果不清楚 API 要怎麼操作，就直接到它這個網站，直接點擊這個 try it out， 然後把需要的內容輸入完畢以後再點擊 execute， 就會有回應回来。這個就是它的操作的方法。透過 Obsidian Web 這個擴充，就可以直接來做一些很簡單的測試。你以前透過 Tab Copy 可以把網址跟它的標題產生成 Markdown 的格式，其實我現在都可以透過 Obsidian Web 來做同樣的操作。同時它還可以有更多的模板的內容，比如说它模板裡面就有一個 Capture Page Snapshot， 可以把整個網頁的內容儲存起来。現在選擇 Page Snapshot 之後點擊執行，他說 All done， 再回到 Obsidian 裡面來，它預設會把網頁的內容寫到根目錄下面，這個就是剛剛從網站裡面寫回來的內容，這個就是剛剛網站的內容。其實這個內容呢，就可以取代先前跟大家介紹過的 Markdown 這一個擴充了，甚至它的內容呢，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就是這個模板 Capture Page Snapshot 自己來做編輯。它的編輯的內容就是這麼簡單而已，就可以達成 Markdown 的這樣子複製整個網頁內容，把它產生成 Markdown 格式的操作，可以說是非常簡單，而且功能也很方便。Local REST API 外掛相關的細節，各位可以再去看我的解說文章裡面的說明，我有把所有的步驟都已經寫下來了。如果你剛剛的講解還是聽得不是很清楚的話，就可以照着這個解說文章自己重新再來做一遍。在裡面我也把幾個模板它的內容呢有做了說明，在這邊就是給使用的變數、輔助的變數，還有如何去建一個新的筆記，都可以透過它這個模板來操作。我發現它裡面的這個模板 Append to Existing Note 這個功能我沒有試出來，各位在試的時候如果發現你沒有辦法針對已經存在的筆記在做測試的話，那是正常的，因為我試了以後都是只接到404的錯誤，你可以忽略它，自己來寫類似我剛剛做的這個腳本的內容。後面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再來看一下我這個 AutoHotkey 的這個腳本。这個腳本的內容很簡單，最簡單的一個方法，可以直接用 run 來執行 CURL 指令，然後把這個參數給填好，就可以做操作了。要不然可以直接使用 COM Object Create 來產生 WinHTTP COM 物件，透過這個物件直接做 post， 或是直接做 get， 或者是做 patch， 就可以來達成操作了。如果你對這個 AutoHotkey 腳本有興趣的話，我這邊有附上這個腳本的原始碼，可以到 GitHub 來看我 fleet.ahk， 它會彈出一個視窗，讓我們輸入我需要的內容，然後再做更新的動作。那基本上是類似做剛剛 read it later 這樣子的操作，但是是透過腳本，因此你沒有在瀏覽器裡面的時候，也可以透過這個 fleet.ahk 隨時把內容給寫到指定的筆記裡面。今天就是介紹這個Local REST API 這個外掛，這個外掛的安裝有比較麻煩一點，但是可以提供很好的整合功能。那希望大家也可以善用這一個外掛，來達到更方便使用 Obsidian 的目的。以上就介紹到這邊，請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按讚分享，謝謝各位。